这个视频我将记录并且和大家分享我在乌克兰这边冬天给车辆换冬胎的整个过程。如果观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你也像我一样居住在乌克兰或者是东欧、北欧这些冬季气候寒冷、有大量降雪的地区的话，那这个视频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好吧，那我们马上开始。Hello，大家好，我是尼克。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4号，大家好啊。昨天因为停电，我去捐衣服的这个事情耽误了好长的时间。原本是一趟几分钟就可以搬下楼的东西，我来来回回搬了6趟，从8楼往楼下搬。这个电梯不开嘛，所以再加上昨天停电，然后这个我的神学课程也被耽误了。今天早上一上午的时间，我在赶课，我在复习昨天落下的那些东西。现在呢已经到了中午1点27分。同时也是昨天的节目中也说过，因为现在这个季节11月了嘛，11月中旬需要换冬胎。尤其是昨天早上我看到了天气预报，预报是在基辅的西部，也就是我住的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有零星的地区已经下雪了，所以这个冬胎必须提上日程来换。昨天太晚了，去汽配城全都下班关门，所以干脆就今天来吧。我们在网上找了几个这个冬胎轮胎销售的网站，它上面有冬胎，我已经选好了我的尺寸，还有我需要的这个类型，就是冬胎嘛。那我看到它这个都太贵了。现在说一下啊，就现在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11月14号，2024年，目前格里夫纳和美元的汇率差不多是1:41，也就是1美元换41格里夫纳。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轮胎的价格它就很贵了，2128，差不多是50美元一条。那4条下来的话就是250美元。这个是4032，将近100美元，也就换下来的话是400美元。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网站，另外一个网站其实也不便宜，它的油耗 C 级、防滑 E 级4598，已经上到100多美元一条了。这个4条换下来的话需要500多，这个都很贵。考虑到现在我目前冬天开车很少这种情况，所以我今年不打算买新的。我找到了一个二手的轮胎销售网站，这个看上去还不错，它是18年的轮胎，4条还剩下75%，它是1100格里夫纳一条，4条的话就是4400，正好是100美金。那这个我看到也可以啊，这个不行，这个19555，这个尺寸太小。那我的车现在会用到20555-216这个尺寸，它是4条轮胎，还剩下85%，那也是1100格里夫纳，4条下来的话也就是100美元出头，再加上换轮胎的人工费用，大约在5000左右。那这一个品牌我也查过，它是一家捷克的品牌 Barum，大陆 Polar 3是这个北极星3型冬胎，11年的，年头可是不短。但是考虑到我现在这种情况，冬天嘛，它为了行车安全，把它换成冬胎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既不出远门，我也不会说每天开车有这种开车外出的需求，所以说我用不着太好的轮胎。但是你不换行不行？不换，朋友们是不行的。这个视频也会告诉到大家，在东欧地区这种雪比较大，或者说你在北欧地区冬天雪比较大，这种地方，冬胎很有必要。那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按照他的电话，我们先打过去问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货。
您好，先生，我看到您在网站上销售轮胎，请告诉我尺寸，先生。205/55/16。是的，他们在这里。有吗？哦，我的上帝呀，简直太好了，我这就出发。请问您什么时候能到？我们那里现在没人。您不在店里吗？是的，先生，我们只会在收到预定时才会开门，我们不会像个洋葱一样整天坐在那里。先生，我和您的距离就像是牛郎和织女一样远，所以我会1小时以后到。哦，我的上帝，您可真快，那我们到时候见。我估计他也可以转账吧，我没有现金，是可以的。这个2055/216这个尺寸是有的。那么他现在那边他说，那边没有人，他是需要通过电话预定，然后他人再过去。那这样的话，我跟他说1个小时以后到，现在是1点半，我们马上出发，我们马上走，因为我住的地方确实很远。等我到了以后，估计也是1个多小时了。赶紧走，咱们出发，说走就走。对了，这是昨天，一个是为了捐衣服用，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考虑说冬胎4条轮胎要往后备箱里放，我把这个备箱的横杆拆掉了。那现在咱们闲话少说，赶紧出发，好吧？好，买了啊，买了这个买的这个邓禄普的冬胎，这个是1250格里夫纳一条，还是可以的。然后到了这儿，实际上看就是之前在网上看的那个1100一条的状态并不是很好，然后就换了这个，这个是1250一条。也就是差不多，按照40算的话，就是多少钱？数学不好，十几20美金，对，20美金一条，4条的话，就是这个是整5000，就是100美元出头，还可以。就近找一个轮胎店，给他换上吧。最近找一个 Shinoman 我搜到了一个，距离我这里只有几公里，开车4分钟，而且评分还可以的，去这个地方换上吧。好，到了轮胎的这个换轮胎的地方，现在换上吧。今天啊，正好有点飘雪花，这个沿途所有的轮胎店都特别忙，我这一路走一路找，就回到了家附近这边。正好今天天上有点下雪，你像这种湿滑路面，现在还不叫湿滑，现在最多叫湿，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始湿滑了，尤其是等到路面上冻以后，那就必须是要用冬胎。好，基本上就算是到这儿了。总结一下吧，如果是像我这种情况，你日常不怎么开车的话，但是冬天有可能会开车出去，但是确定不走远门、不出远门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像我这样，为了省钱，买一套状态还不错的2手的冬胎，就可以先这么用着。但是如果朋友们，你们有出远门的这种需求，甚至是说跑高速需求的话，那么到了冬天不要省钱，千万不要在这上面省钱，一定要买新的冬胎，而且需要挑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品牌，比如说像米其林呐，比如说像邓禄普啊、马牌呀，或者说普利司通啊这一种。而且呢，这个轮胎的话，它不是只看品牌，而且还要看这个系列。它同一品牌下面不同的系列，性能差距会很大，价格差的也很大。这个就已经不是我的专业了。想要挑轮胎的朋友们，需要换冬胎的朋友们，可以去再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好吧，今天差不多这个节目就是这些了，我就在这儿去喝杯咖啡，旁边就是加油站，然后等着他换轮胎，换好了以后回家，把这期视频就做出来了。我现在在旁边的加油站，一边喝咖啡一边等着他的冬胎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花销吧。这是轮胎的价格，它一共是5000。
然后因为转账还收了25的手续费。这个是我在加油站喝的这杯咖啡，一杯美式，已经是41块2毛5了，就是整$1这杯咖啡，整$1。我不知道在北美地区的朋友们觉得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啊？换轮胎的话，现在正在换，基本上在个600-700左右。但是考虑到目前来说，乌克兰的物价它一直在上涨，所以预算我们就打出1000。整个冬天从买轮胎到换轮胎消费，差不多也就是6000格里夫纳整。6000的话，我们有计算器可以打开算一下。除以4，$145，$150，这个价格是还可以接受的。就对于我再最后强调一下，对于我这种冬天不常用车，甚至说全年都不怎么开车，多数时间都是居家办公的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你是有用车的刚需，你经常需要驾车外出，甚至是说你需要开车出远门跑高速，甚至说这辆车是你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话，那千万不要学我啊，这个就太危险了。还是说要在轮胎和各个方面都要提高注意力，都要注意，以行车安全为第一要务。好吧，今天到这儿，这期节目就算是真正的结束了。那下一期我们来看一看在乌克兰基辅生活的物价会是怎么样的。好，大家拜拜。